英语学习系列如何练习用英文思考。嗨，大家好，我们今天直接切入正题，来聊聊这份超实用的内容解析。首先我们得先打破一个超级大的迷思。你是不是也觉得想要真正用英文思考，就非得买张机票搬到美国或英国？还是说每天下班后非得把自己埋在那种厚得像砖头的文法书里苦读好几个小时？老实说完全不用了。要建立真正的语言直觉，根本不需要这种天翻地覆的改变。秘密其实在于，每天只要透过一些超聪明、超简单，而且你绝对做得到的小步骤就可以了。为了让大家轻松上手，这份解析帮我们规划了一个非常清楚的蓝图。我们会快速走过4个单元，首先是抓出害你卡词的翻译陷阱，接着掌握核心大绝招跟读法，再来是一套超好用的每日5步蓝图，最后教你怎么让英文直接变成你的生活方式。好，马上进入第一单元翻译陷阱。我们来看看为什么你开口说话时大脑会突然宕机。你一定有过这种经验，对吧？明明人家问了一个超级简单的问题，你的脑袋却瞬间一片空白，连一句话都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这真的不是因为你笨，而是因为你的大脑正在疯狂进行即时的逐字翻译，这超级耗费精力的。想象一下，你要在同1毫秒内把2套完全不同拼图游戏的碎片硬生生的挤在一起，大脑不当机才怪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经典例子就懂了。如果你死盯着母语的逻辑，逐字翻译我很喜欢这个，就会变成左边那句怪怪的 I very like this。 但其实真正自然流畅的英文母语节奏是右边的 I really like this。 你看，硬套母语逻辑就像是穿了一双不合脚的鞋，只会让你把语言原有的流畅感彻底毁掉。所以解析里提到了这句绝对会让你有一种原来如此的顿悟的话，那就是你反应慢根本不是因为你英文不好，纯粹是因为你正在翻译。没错，你的挣扎真的不是因为缺乏天赋，而是你的大脑太累了，它正在手忙脚乱的同时处理2种语言。你等于是一个人在做2份工，速度当然快不起来啊。既然知道问题出在哪了，我们进入第2单元核心关键，我们要用跟读法直接训练你的大脑做出直觉反应。这个大绝招就叫做跟读法，也就是 shadowing。 这招真的超级神耶。你想象一下，这就像是你在听一首刚发行的新歌，就算你还不知道歌词在唱什么，你也会忍不住跟着节奏哼唱，对吧？跟读法就是这样，听到母语人士说什么，你就马上像回音一样跟着念出来，千万不要按暂停，也不要想去翻译它，直接让你的大脑跟嘴巴连线，完美同步。不过在模仿他们说话的时候，你要特别把注意力放在这3个东西上：发音、语速还有节奏。这真的很重要哦。我们不是在像机器人一样毫无感情的念字，而是在刻意捕捉英文那种像弹簧一样有很弹性的流畅感。你要专注听那个起伏，然后试着原汁原味复制出来。听到这边，你可能会想，哇，这听起来很累人呢。其实完全不会。说真的，一天只要花个5分钟，大概就是你泡一杯咖啡的时间，持续做这个练习，就能自然而然帮你建立起需要的肌肉记忆。你的大脑神经网络会神奇的重新洗牌，慢慢习惯直接用英文的频率来运转。基础打好了，接着让我们进入第3单元每日5步蓝图，来看看怎么把这些小习惯不着痕迹地塞进你忙碌的生活里。这套5步蓝图超级直观，绝对会彻底颠覆你以前那种学英文就是要头悬梁锥刺股的旧观念。我们不用苦读，我们用的是非常聪明、顺水推舟的习惯养成法。来，我们一步一步看。步骤1的秘诀就是千万不要贪心，不要一开始就想在脑袋里生出那种莎士比亚等级的复杂长句。我们从最小的地方开始。你在房间里看到什么，就默默在心里念出它的英文名字。看到手机就想 phone， 看到桌子就想 table。 觉得轻松了之后，再加个简单的动作，像是我开门就是 I open the door。 这种零压力的起手式，建立基础的效果好的会让你吓一跳。接着
步骤2真的超棒，它用一种最自然的方式，逼着你在过去式、现在式和未来式之间跳来跳去。怎么做？就是当自己人生的旁白啦。早上出门前对自己说 I will go to work， 下午回信的时候想着 I am answering emails， 到了晚上躺在床上跟自己说 I worked a lot。 因为这是你亲身经历的日常，大脑自然就记住了，根本不用去翻那种无聊透顶的文法书。来到步骤3，这跟我们每天的被动聆听有关，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数字30%。就算你在煮饭、打扫的时候放着英文 podcast， 结果只听懂了大概30%，千万别觉得气馁，因为你的潜意识超级强大，它还是在背景完美运作，默默帮你抓取英文的节奏和语感，这绝对是有在吸收的。步骤4要告诉大家一个有点残酷但非常真实的事实。开口说外语其实是一项体力活，没错，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物理技能。如果你永远只在心里默念，你的嘴唇、舌头根本就没有肌肉记忆去把这些字挤出来。所以你得带着真实的感情，把英文大声念出来，把它当作是在健身房举重一样。一开始很卡，但练久了就会变得无比轻松。最后，步骤5是被动学习里最简单、最无痛的一招。听好了，这份解析结束后，立刻马上把你的手机语言设定换成英文。你想想，你一天滑手机滑几次？一天滑几十次，你就强迫自己看了几十次英文。久而久之，像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或是 Settings 设定这些字，就会直接内建变成你的直觉反应了。你看，我们把这些习惯摊开来看，完美融入你超忙碌的一天。早上起床滑手机是被动学习，捷运通勤看着窗外做心理旁白，睡前花个1分钟写3句话的超短日记，这一切加给来，一天花不到你5分钟，却能成功的强迫大脑从早到晚都习惯用英文的回路在思考，是不是超级无缝接轨？好了，终于来到我们最后的第4单元，让英文成为生活方式，别把它当作功课。这也是整份资料最核心的终极启发。关键就在这里，如果你把英文当作是一份天哪，我今晚又得熬过1个小时的痛苦功课，我保证你的大脑绝对会想尽办法排斥它。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手机界面，变成你通勤时的小游戏，变成你心里的碎碎念，它就不再是一个等着打分数的考卷，而是一个你每天自然而然都在使用的实用工具。在我们结束这次内容解析之际，我想丢给各位一个小小的挑战。现在就检视一下你今天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哪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是你今天现在就可以立刻换成用英文来做的？是改掉手机设定，还是等一下去厨房倒水的时候，在心里用英文念出沿路看到的物品？选一件就好，就一件。你准备好今天就开始重新训练你的英文大脑了吗？